第138章半生紫金园。洞府门口的魔兽守卫大多都被云芝解决了去，不过由于时间短促，却依然留下了2头躲在最后面的3阶魔兽。此时这2头3阶魔兽正战战兢兢地仰望着天空上的剧烈战斗，那从上面泄露而下的战斗余波让得他们匍匐在地，不断地打着哆嗦，皱着眉头望着趴在洞口几十米远处的2头3阶魔兽。萧炎快速地从那戒中取出一瓶药粉，然后全部倾洒着自己身上。这种药粉是他精心所制，能够掩藏身体上的气息，而不至于被嗅觉灵敏的魔兽所察觉。绕着密林转了一个圈，萧炎攀爬上洞口，借助着岩石的掩护，悄悄地来到了洞口的正上方，目光紧紧地盯着那2头不断颤抖的魔兽，略微沉吟，再次从那戒中取出一些柔软的布条，将之捆在脚掌之上。这一切准备完毕之后，萧炎深吸了一口气，身体猛然从洞口上方跳跃而下，身体在半空中凌空一番，然后双脚轻轻地踏上了地面。脚掌刚一接触地面，萧炎身体便是微微弓起，然后骤然飙射进了山洞之内。在萧炎身形刚刚消失在黑暗之中时，一头3阶魔兽便是将目光转移了过来，不过在未发现什么之后，只得带着几分疑惑移回了目光，再次在高空上的战斗下颤肃着身体。进入洞内，其中的光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昏暗，在周围山壁之上偶尔镶嵌着一些紫色的金块，这些金块是山洞的自然产物，在人类的世界中，这些紫金块可是颇为珍惜的装饰物品，价值不菲。深邃宽敞的山洞内部被这些紫金块点缀着，极为的美丽。望着这些天然成型的洞府，萧炎只得在心中感叹，这成了精的狮子竟然也懂得享受舒适的生活啊。一路小心走来，果然如同云芝所说，山洞内部并没有别的魔兽存在，一路上除了脚步走动的细小声音之外，再无其他声响。穿过长长的山洞通道，半晌之后，2条岔道却是出现在了面前。皱着眉头望着2条岔道，萧炎沉吟了片刻，举步对着左边的通道小心翼翼地走近。这条通道颇为曲折，萧炎足足转了好几次弯，而随着越走越近，他却是忽然发现周围的温度也是越来越热。心头警戒地住下了脚步，萧炎抹了把额头上汗水，望着远处那隐隐散发着紫光的出口，搓了搓手，旋即深吐了一口气，斗气缓缓地在体内开始了流动，云芝留在体内的风属性斗气也是开始了运转。做完这些准备，萧炎这才继续向前走去。盯着近在咫尺的出口，萧炎尽量地放低脚步声，然后悄悄地伸出半个脑袋，视线在这宽敞的山洞内部迅速扫过。目光仔细扫过，出乎萧炎意外的却并没有发现半头魔兽的踪迹。萧炎眨了眨眼，再次观察了好片刻后，方才放心地走近。来到洞中，萧炎四处望了望，最后目光停留在了山洞内部的中央位置，那里一个足足1米多高的紫晶石累积成了一个方台式的模样，在紫晶石台上，一颗足有萧炎脑袋大小的紫色圆球状东西正安静地放置其中。目光紧紧地盯着那紫色圆球，萧炎忽然发现山洞内部的热量竟然全部是这东西所释放出来的。目光中透着惊异，萧炎没想到这东西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目光再次在周围谨慎扫过，有些疑惑地嘀咕道，难道这就是那紫灵晶？可为什么水晶没有发热？说着，萧炎从胸口处掏出那块菱形水晶，让它裸露在空气之中，可等待了一会后，这东西依然一片冰凉。将水晶收好，萧炎慢吞吞地走向紫灵石台，走得近了，隐隐一股热浪袭来，让得萧炎再次为这东西所蕴含的热量而惊讶。缓缓弯下身来，萧炎目光死死地盯着这神秘的紫色圆球，心头一动，忽然在心中喊道，老师，出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听着萧炎的呼喊，药老这才轻飘飘地从戒指中飘出，目光扫过紫色圆球，老眉顿时一挑，眼瞳中闪过一抹惊异，低声道，这难道是半生紫金元？好家伙，你竟然能够遇见这东西。半生紫金元什么东西？陌生的名字让得萧炎皱着眉头疑惑地询问道。啧，这可是好东西呢，飘在空中，
围着那颗紫色圆球转了一圈。药老啧啧赞道：“紫金翼狮王乃是一种天赋异禀的异兽，不然他也难以成为一名6阶魔兽。这种魔兽每当在生产之时，都会有极小的几率在产出小兽的同时，也产出这种半生紫晶元。这半生紫晶元因为在狮王的肚内待的时间极长，所以它所蕴含的精纯能量可颇为壮观。这种半生紫晶元，当小兽在成长到4阶魔兽之后，只要将它吞噬，就能直接成为5阶魔兽，而且其体内的紫火也将会比其他没有吞噬过半生紫晶元的紫金翼狮更强横。”药老解释完毕后，还咂了咂嘴，当年我闯过8个紫金翼狮王的洞府，可却都未找到这东西，没想到你竟然能够遇见。我靠，这么好！听完药老的解释，萧炎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一把扑倒紫金石台上，然后双掌就对着半生紫晶元抓去。手掌刚刚碰到半生紫晶元，萧炎嘴中便是传出一声压抑的嘶叫声，倒抽了一口凉气，忙不迭地收回双手，望着被烫伤的手掌，赶忙取出一些疗伤药涂上，满脸惊恐的道：“好高的温度，这要怎么拿走？”“嘿嘿，温度当然高，而且这半生紫晶元已经和这紫金石台连在了一起，你想要弄走它，便必须把它从山洞中挖出来。”药老幸灾乐祸地笑道。“挖出来？”闻言，萧炎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目光在紫金石台下扫了扫，这石台不知道延伸到了地底多深，凭自己一个人就是挖几个月也不可能将这弄出来啊。叹了一口气，萧炎将目光投向半空的药老，这里也只有他有实力将这紫金石台挖出来了。瞧着萧炎望过来，药老却是摇了摇头，笑道：“你也别看我虽然耐把这东西弄走，不过造成那么大的动静，肯定会被外面那紫金翼狮王发觉，而且就算我们弄走了这东西，你也永远砸不开这半生紫晶元。”“什么意思啊？”到嘴的肥鸭子，萧炎可不愿意让他给溜了，当下急忙问道。这半生紫晶元除了一口吞进肚外，便只能将之强行砸开，收取里面的紫晶元，然而因为某些缘故，任何攻击都难以将它强行砸开。就是说这东西的外壳具有一种吞噬的效果，任何攻击都将会被它所吞噬。药老摊了摊手，解释道：“一口吞进去。”望着那足有自己脑袋大小的紫色圆球，萧炎嘴角一抽，别说上面那么高的温度，光是这体积，就算把自己喉咙胀破也吞不下去啊。那怎么办？当初你既然在寻找这东西，那肯定也知道办法吧？微微苦恼了一会，萧炎心头微动，偏头对着药老笑问道：“的确，靠蛮力弄不开这东西，想要打开它，只有一种东西能够办到。”药老神秘的道：“什么东西？”目光一喜，萧炎急急地问道。“嘿嘿。”笑了笑，药老的目光忽然瞟向萧炎胸口上所佩戴的菱形水晶之上。这块水晶？不对，你是说紫灵晶？先是一愣，紧接着萧炎恍然道：“不错，必须需要紫灵晶才能砸开这东西。”点了点头，萧炎的反应让得药老颇为满意。那还废话干嘛？找紫灵晶吧。闻言，萧炎转身便跑，这里明显没有紫灵晶的存在，想来应该是在另外一条通道了。哦，对了，差点忘记告诉你，既然这里有半生紫灵晶的存在，那么也应该有一头小的紫金翼狮王。飘在萧炎身后，药老忽然笑眯眯的道。前冲的脚步骤然一顿，萧炎眼角一阵抽搐，半晌后恶狠狠的道：“妈的，他敢挡道，把他给宰了，我就不信他能有外面那家伙那么凶悍。”说完，萧炎快步跑出了山洞。有魄力。望着萧炎的背影，药老微微一笑，旋即补充道：“不过却是自不量力，嘿嘿。”一路跑出，顺利的跑出通道，萧炎转身对着另外一条通道窜去。因为知晓了还有一头小的紫金翼狮王的缘故，所以萧炎也是格外的小心，行走时连脚下的石子都不敢随意的踩上。顺着通道走了片刻时间，眼前的视线再次宽阔了起来，身体紧紧地贴在洞口，萧炎露出一只眼睛，
慢慢的在这几乎被紫晶石占满的山洞内扫过。扫动的目光在移动到中央位置后，缓缓地停止了下来，因为这里一头小号的紫晶翼狮王正匍匐在地，安静地沉睡着。望着那头沉睡中的小型紫晶翼狮王，萧炎咽了一口唾沫，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嘿嘿，这小兽才3阶而已，上吧。身后药老的戏谑声音也是悄悄地响起。